一天到晚游泳的鱼，你在吗？小贝，你好。前2天收到你的一首歌词，叫《问心》，写得很好。瞎写的。瞎写就写这么好？我在试着把它写成歌。发给你的意思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有兴趣。当然有兴趣，只是这首歌词看起来很深情，也很纠结，似乎是在为情所困，似乎在你的生命中有2个重要的男孩，一个仿佛是太阳，一个仿佛是月亮，他们让你的生活如此美丽，又如此痛苦。我的感觉对吗？小贝，你简直是个天才。作为词作者，你愿意让你的曲作者分享你的感受吗？当然愿意。鱼儿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当年为什么要离开你的太阳呢？对不起，鱼儿，我这个问题问得太冒昧了，是吗？在别人眼里，我大概就是个嫌贫爱富、贪婪的女人吧。但你不是，对吗？我的理由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。那我试着替你说说看，好吗？首先，你是为了你爸爸。这一点大家倒是都看得到，但有的时候像是个借口。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愿意拖累了你的太阳，你要让他放心离开，哪怕是恨，但从此就可以了无牵绊、了无牵挂地去追求他的理想，对吗？我不相信我们4年的感情比不上你和张哲的4个月。就像《茶花女》中的玛格丽特，宁可被世人误解，宁可被心爱的人当众羞辱，宁可自己最后伤心绝望而死，也要放手让心爱的人回到属于他的世界。到时候只要我的公司在海州立足以后，我们就将魔爪伸向全国，我要把全国那几家大公司全都给它吞并了。牺牲爱，恰恰是为了那份最深沉的爱，对吗？谢谢你，小贝，你是第一个理解我的人。听你这样说，我很开心。那我还有第2个问题，你对那位月亮男孩又是什么样的感情呢？
对不起，小贝，我的老板娘来了。我刚吃过饭，怎么，你又在看店吗？你好，小贝。近来你好像比较悠闲。是的，算是在度假吧。那首歌啊，我还没有写完。不着急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回答你上次提出的问题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有的时候很多问题是要有人向自己提问的，不然自己总也想不清楚。我对那位月亮男孩，我想他是我有限的人生中见到过的最完美的男人。你会感到温暖、踏实，真的就像月亮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它都只会带给你愉快的感受，不会冷若冰霜，不会炙热灼人。你的评价会不会太高了？一点都不，甚至还不够，甚至别人都不会相信，天底下居然会有这样完美的人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他也冲动到在你们谢幕的时候上台打人。泥人还有个土性呢，更何况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。除了这些高度的评价之外，你对他的感情又是什么样的呢？爱情，还是友情，或是恩情？也许都有吧，似乎还不止这些，但我也说不上还有什么。我知道他很爱我，所以我常常会在享受他的爱情的同时替他委屈。如果他深爱的人不是我就好了。今天呢，我代表咱们剧组主啊，欢迎小哥正式进组。鱼儿，又在店里值班的吗？ Hello Muse， 哎，你现在倒像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，总在网络上游来游去，羡慕你有闲。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，偷得浮生半日闲嘛？对了，晚上还有演出吗？这一轮演出明天就算结束了，所以今天开始我换成晚上去店里值班，白天就可以在家写剧本了。 状态如何？刚开了一个头，我很好奇哦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类似于童话般的故事。有意思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渔村，里面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女孩，名叫海星。她每天在沙滩上捡贝壳，坐在海边望向大海的尽头，就是她全部的美好生活。为什么不叫海妮呢？海妮，你诚心的吧？因为你知道我的真名叫梦妮。绝对没有，我完全是下意识的。这个名字啊，不用想就一下子跳入了我的脑海，而且这个名字给一个幸福快乐的女孩很适合。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海的女儿。好吧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女主角的名字
叫海妮。那接下来的故事呢？长大成人的海妮，在她家乡的海滩上，遇见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——英俊少年如风。两个人一见钟情，海誓山盟。如风跟别的年轻人不一样，他一直向往着大海那边的世界。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，说在海的尽头是一片富饶的土地，那里有无尽的财富，能给找到它的人带来幸福。传说曾经有许多年轻人为此出海寻找，却从来没有人回来过。如风决定去海的尽头寻找幸福，临走前跟海妮约好，等他找到了幸福，就回来接海妮。于是，海妮每天都会坐在海边，等着她的爱人回来。陪伴她的只有另一个儿时的伙伴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卡在这儿了，我还没有想好那个男孩的名字。那为什么不叫小贝呢？小贝？我就是因为在海边长大，所以取了这个网名，有沧海一贝的意思，不妨就借你一用。这个名字很好，但我不能用，不然当你写音乐的时候，也许会产生混乱的感觉。我又一次被你拒绝了。有了，就叫他小严吧。风是自由不定的，岩石是坚实稳定的，这两个名字本身就像他们两个人的性格。太好了，小严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说。